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晋升4星斗宗，暴揍灵泉，却因自身实力不够，不得不再次与薰儿分别。薰儿走后许久，萧炎还是痴痴地望着他离开的方向。小医仙见状，很是心痛与落寞，但还是开口轻声安慰萧炎：“放心吧，以后还会再见的。”萧炎这才收回心神，冲着院外笑道：“叶虫长老，能否进来一叙？”萧炎请叶虫进来，为的是了解丹会的开始时间以及选拔规则。从叶虫口中，萧炎得知7个月后丹会将在圣丹城举办。参加丹会者，首先便是得需要一份举荐信，年龄限制十分宽松，只要不是文明的老妖怪便可。但丹会一人一辈子只能参与1届。至于丹会的选拔，则分为天地人3级，只有经过天级筛选，并且一溜而下的炼药师，才具备进行最后角逐的资格。因此，参加丹会者大多都会提前2至3月抵达圣丹城。这就意味着萧炎只有4个月的准备时间了。至于推荐信，叶虫会提前为萧炎准备好。萧炎对3000焰炎火志在必得，因此他必须先取得丹会前10的名额。4个月的时间十分紧迫，萧炎决心这段时间着重修炼炼药术。打定主意后，萧炎瞥了一眼随叶虫一同进来的新兰，半晌后才开口道：“叶虫长老，当年我给过新兰承诺，会助你叶家重登丹塔长老席。”萧炎并非说话不算话之人，不知能否将这进入长老席的资格说给我听听。怔愣了1秒后，新兰与叶虫狂喜，之后立马同萧炎说道：“5大家族是一个进入丹塔高层的捷径，只要5大家族能够达到一些条件，便是能在丹塔的长老席中占据一席之位。但每隔一段时间，丹塔便是会对5大家族进行考核，唯有考核及格者才能够继续保持在长老席的席位。与丹会不同的是，该考核仅针对5大家族的年轻一辈。参加这种考核的最低资格便是炼药水平至少达到6品，若是想要通过的话，却是要达到7品炼药师的层次。可惜叶家如今一辈不如一辈，已经2次均未通过。这一次若是再不通过的话，叶家不仅会彻底丢失掉进入丹塔长老席的资格，还会被排挤出5大家族。更糟糕的是，由于前2次的失败，这一次叶家必须在考核名额中进入前3，才能够算作合格。想到留给萧炎的时间不多了，叶虫有些着急揪心。萧炎的心态却是稳的一批，只是他一个外人，怎么能参加5大家族的考核呢？对此，叶虫早就想好了对策，只是萧炎听完，顿时就变了脸色，沉声道：“你这主意也太馊了一点吧！我一个大男人倒是没什么，可你这样令女方日后如何见人？”叶虫决定对外宣称萧炎是叶家准女婿的主意，的确是馊了点，但叶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，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叶虫承诺萧炎，这只是形式上的一个称呼，只要通过考核，萧炎便与叶家没有半点关系。望着叶虫布满恳求的脸，萧炎无奈叹息。一旁的新兰见状，突然跪下，声音凄凉地请求萧炎帮帮叶家，为此他愿意做牛做马。萧炎此时一个头2个大，用柔劲强行将新兰给抬了起来，又叹了一口气后，萧炎才开口答应了叶虫，只是事先说明，若是叶虫耍心机，想用什么女婿的手段将他留在叶家的话，就别怪他不留情面了。萧炎说这话隐含另一重警告之意，他不希望那个与他有名义上关系的女孩是个拎不清的人。没曾想他刚说完这话，小医仙就注意到了新兰的脸色不太自然。他说的女婿，那女方不会是你吧？小医仙轻声道。闻言，萧炎身体猛地一僵，旋即尴尬挠头，同时在心里暗骂叶虫这个老家伙可恶。新兰抬头勉强一笑：“萧炎大哥不用担心，爷爷也说过，这只是个形式而已。萧炎大哥以后定然会是斗气大陆顶尖的人物。新兰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。”话音落，小医仙见新兰微红着眼圈，不由得轻瞪了萧炎一眼。萧炎同样想抠手指，他早把新兰当作朋友，刚才那话着实有点伤人。想到这里，萧炎转过头，狠狠地剐了叶虫一眼。叶虫不敢触萧炎眉头，十分生硬地转移话题，表示这次考核将会在2个月后开始。这段时间内，萧炎需要什么东西，叶家都会为其准备好。一听到这么快就要前往圣丹城了，萧炎也是一惊，但也只能是点点头。再度与萧炎交谈了一些关于丹会的事情后，叶虫便是拉着眼眸通红的新兰退出了院落，而萧炎也开始了苦修之路，日复一日的练习提升炼药术。当然，药材由叶家倾情提供。本以为这样的日子将会持续到出发前夕，没曾想1个月后的叶家却是出事了。正在闭关的萧炎一听到叶家的紧急呼声，直接就出了关。与小医仙会合后，萧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早前叶家欲将新兰嫁给同为丹域5大家族之一的曹家，这样曹家便是能够帮助他们通过考核。
当然，这就意味着叶家将会逐渐被曹家吞并。只是萧炎的出现令得叶家放弃了这门亲事，可是曹家却是不依不饶了。他们突然到访，执意要将新兰带走。药老先生已经在前院坐镇，免得曹家强来。萧炎自然是不可能让他们带走新兰的。他们刚赶到前院之时，场中的氛围已经剑拔弩张。曹丹7品炼药师，号称曹家100年难得一遇的炼丹奇才，因天赋极高，从小就众星捧月，性格十分强势。此次来叶家就带了将近100人，其中甚至还有一位实力已经达到1星斗尊的苦衣尊者。曹丹仗着自己人多势众，就想用强，可萧炎阵营有2名斗尊，他们根本打不过。曹丹并不甘心，他看着萧炎道：“这次就算我们失败了，但下一次我曹家定会派遣更强悍的阵容前来，到时候你又当如何？”语毕又看向叶崇道：“到时候萧炎一行人走了，你叶家定然会成为曹家的泻火之地，日后的丹域将不会再有叶家。萧炎连魂殿都不怕，岂会怕他一个小小的曹家？至于叶崇……”深思了片刻后，叶崇下定决心，对着萧炎的背影就是恭敬的一抱拳，沉声道：“叶家以萧炎先生为命是从。”萧炎有些惊讶，叶崇竟然赌这么大，只是面上并未显露。曹丹闻言却是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“曹丹少爷，请吧。”萧炎淡淡开口。曹丹不愿就此离开，眼眸转了转，目光突然定在萧炎身上，道：“据说你也是一名炼药师。”曹丹提出他想同萧炎打个赌，若是他输了，这门亲事就此作罢；但若是他赢了，萧炎便不许再插手叶家之事。那不知道曹丹少爷想怎么赌？闻言，萧炎眉头一挑，道：“曹丹深知斗气拼杀他是比不过萧炎的，不如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入手，他定会让萧炎知道什么叫做自取其辱。”想到这里，曹丹直言，他要同萧炎比玩火。由于在火焰操控上有着异常高的天赋，曹丹在同辈之中几乎没有敌手。此时他正玩弄着指尖的2条漆黑火蛇，挑衅地看着萧炎。听到曹丹要比玩火，萧炎差点没忍住笑，毕竟他最擅长的也是玩火。曹丹见萧炎应下，高兴极了，手中漆黑火焰暴涌，瞬间凝聚成一头漆黑色的巨鹰。曹丹手中的火焰名为天鹰魔火，取自8阶魔兽天鹰3头尸体内，虽比不上异火，但威力也极为不俗。目光瞥了一眼那黑色巨鹰，萧炎微微点头。曹丹这家伙的确有嚣张的资本。屈指一弹，一缕青色火焰徐徐自萧炎指尖升起，旋即迎风暴涨，迅速化为一头体型硕大的火狼。萧炎用的是青莲地心火，青色的火狼一现身，这片天地的温度便是陡然升高。曹丹很眼馋萧炎的异火，可他的嘴那叫一个又臭又硬。玩火可不光光是看火焰的强横程度，有异火也不见得能赢。语毕，指挥着黑鹰就朝着火狼攻去。玩火比的确不只是火焰强度，还有对火焰的操控力，也就是灵魂力量。2头火兽的厮杀十分残暴，簇簇火焰不断散落，众人看得直呼过瘾。萧炎负手而立，模样十分潇洒，曹丹却是脸色阴沉。火兽第一次对碰之时，他便是知道自己贴到铁板了，因为对方对火兽的控制乃至火兽身体的凝实程度，皆是丝毫不比他差。长久下去，天鹰魔火可挡不住他那一火。不过他还可以从数量取胜，手指一抹那戒，曹丹取出一个玉瓶儿，就放出了一团鲜艳如血的火焰。咬破中指，曹丹将一滴鲜血滴入其中，狞笑道：“拥有异火又怎么样？难道还能挡得住我2种火焰不成？”随着血液的滴进，曹丹控制着火焰凝成一头通体血红的猎狗，猎狗与那黑鹰一起疯狂地对着火狼进行噬咬。曹家一行人见状更是欢呼出声，可惜火狼在萧炎的控制下，一时间竟丝毫不落下风。曹丹见状，心一横，牙一咬，又取出一灰一紫2种火焰凝成火兽加入战斗。萧炎玩火可不光光看质量，数量也是很重要的，以后与人比试可要牢记在心了。曹丹惨白着一张脸，控制着4种火焰已经是他的极限了，可望着那节节败退的火狼，曹丹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，淡淡的瞥了曹丹一眼。萧炎微笑道：“多谢曹丹少爷提醒了。”语毕，萧炎屈指一弹，直接放出了10种色泽不一的兽火，并将之凝成火兽。这下可是亮瞎了曹丹的钛合金狗眼。望着一脸呆滞的曹丹，萧炎戏谑一笑：“操控4种火焰而已，你也敢出来与人比玩火？加上萧炎之前放出来的异火，整整11种火焰，这怎么可能？”曹丹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，数量多而已，质量肯定没有我的好。眼睛瞬间变得通红，曹丹暴怒，控制着自己的火兽，猛地朝着萧炎的火兽扑去。
现实却是他拼尽了最后一头火兽，萧炎的火兽却还有9头存活。曹丹大受打击，几乎要站立不稳，还是其身后的2名老者赶忙上前将他扶住。曹丹少爷，请吧。收回火焰，萧炎面色如常，淡淡的道，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。曹丹道：萧炎，你迟早有一天会为得罪曹家而后悔。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十指交叉，萧炎淡淡的道：说完了。说完了的话，那便请吧。对于萧炎这副不咸不淡的态度，曹丹那叫一个气呀，但他又拿萧炎没办法，只能领着曹家众人灰溜溜的离开了。见此情况，新兰狠狠地松了一口气，旋即冲着萧炎道：萧炎大哥，谢谢你了。语罢，萧炎道：既然答应了你，至少在我承诺未完成之前，我会护着叶家。叶崇也是郑重地对着萧炎躬身抱拳，异常认真的道：萧炎先生，你对叶家的大恩，叶家所有族人没齿难忘。日后若是有任何需要我叶家的地方，请尽管开口，即便有些事办不了，但我叶家定然也会倾力而为。侧了侧身，萧炎不愿受如此大礼，笑道：叶崇长老可别行这般重礼，我可当不起。叶崇看了看曹丹等人消失的方向，一脸凝重地冲着萧炎道：看曹丹之前的表现，曹家妖女应当是回来了。曹家妖女曹颖天赋堪称奇才，20岁就成为了曹家最年轻的7品炼药师，现今已经22岁了，极有可能已经是7品巅峰炼药师。而他一定会参加此次丹会，因为曹颖的野心不小，按照惯例，想要一步一步成为丹塔巨头，前提便是必须取得过一次丹会的冠军。得知这一消息的萧炎顿感压力倍增，但同时也有一点棋逢对手的兴奋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萧炎再一次泡进了炼丹房，直至启程前往圣丹城的最后一天。萧炎从炼丹室内走出来时，小医仙与天火尊者等人都觉得萧炎似乎变得耀眼了许多，而且离得近了，还有一种来自灵魂的压抑。萧炎先生，你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叶崇有点慌。萧炎不明所以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见萧炎这般茫然，叶崇暗道，难道是错觉不成？不是你的错觉，这家伙的灵魂力量应该是在闭关这段时间中有所提升。天火尊者笑道。灵魂力量？萧炎依旧懵逼。天火尊者有些奇怪地看了萧炎一眼，道：看来你那老师并未将与灵魂力量有关的事告诉你。灵魂力量其实有境界之分，共分4层，分别是凡境、灵境、天境、地境。绝大多数人，甚至是8品以下的炼药师，灵魂境界大多都停留在凡境，只不过灵魂力量各有强弱而已。你此时的状态应该是隐隐触摸到灵境，至于何时能够彻底进入，就不好说了。远古倒是有一魂技能够修炼灵魂，不过已经失传了。若是你的灵魂力量在日后能够达到灵境层次，便是能够具备一种效果，附灵，就是赋予丹药灵性之意。至于天境嘛，能赋予丹药天地之力；地境则是与地品丹药有所关联。不过已经许久不曾有人达到地境了。天火尊者这番话完全给萧炎打开了新大门，原来灵魂还关系到炼药师7品之后的晋级，若是能够弄到一种修炼灵魂的魂技，岂不美哉？不知道那丹塔是否有着魂技？萧炎心里盘算着，此行去圣丹城高低去打探打探消息的时候，第2天悄然到来，而萧炎一行人也正式开启了圣丹城之旅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